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GNG 香港日常。拍呢條片嘅時候呢，就係2025年12月29號，就係新嘅東岸板道東段第一日開放。發展局呢將呢一個路段呢稱為最後1公里，因為開放咗呢一段之後呢，市民就可以沿住港島嘅海岸，由堅尼地城一路行到去筲箕灣，全程13公里。今次東岸板道開放嘅東段呢，全程係1.1公里。由北角匯嗰邊呢，一路伸延到去鰂魚涌嘅海裕街。如果只係行東段嘅話呢，大概半個鐘呢就會完成噶啦。咁今次呢，我哋係先由太古城中心出發，我哋係調翻轉由東邊行去西邊嘅。而家太古城中心呢，就有一啲聖誕節嘅裝飾啦，大家都可以睇埋佢。我哋沿住太古城中心寫字樓嘅出口呢，咁然之後過一個天橋呢，就會去到鰂魚涌公園嘅海旁啦。沿住海旁一路向西行呢，就會經過寵物公園。之前呢個路段呢都鋪咗一啲戶外嗰啲仿木板啊，但日子久遠呢啲板就一路鬆脫啦。咁如果喺上面跑步嘅話呢，就會click clack咁樣聲。咁後嚟呢，官方呢就將所有嘅路面呢重鋪換成呢一個石磚。出咗寵物公園之後呢，要行一段少少馬路邊嘅路段啦。咁然之後就會抵達由晒藍色嘅東岸板道東段嘅開始嘅地方啦。呢一度呢，同西段一樣呢，都有一個巨型東岸板道嘅字體俾人打卡嘅。行咗一陣呢，我哋就嚟到正式嘅入口，就係海裕街，位置呢，就係鄰近鰂魚涌嘅 C 出口。今日呢，似乎大家一係放假啦，或者有一啲退休人士啦，都見到幾多人呢嚟呢一度睇呢個第一日開放嘅東岸板道東段啊。沿途嘅石躉上面呢，都會油咗一啲壁畫，上面呢，就係一啲東區嘅特色地點啊。例如第一個見到嘅呢，就係柴灣嘅青年廣場。呢啲裝飾呢，我睇過報道呢，應該夜晚係會着燈嘅，都幾靚嘅。呢一個東段呢，同西段一樣啦，都係有一啲顛當嘅告示。而後面嘅壁畫呢，就係海防博物館。呢個壁畫呢，係筲箕灣嘅譚公廟。再落嚟嘅壁畫呢，就係筲箕灣東大街舉行緊譚公誕舞緊龍嘅畫面。而呢一個呢，就係筲箕灣東區文化廣場。呢個地點呢，對好多人呢可能有啲陌生啊，因為呢一個呢係上年先至開放嘅新地標。再落嚟呢，就係鰂魚涌公園裏面嘅葛量洪滅火輪。呢個呢，就係香港好有特色嘅街景，就係喺春秧街電車穿過街市嘅一個畫面。但係似乎近年呢，春秧街係整理過，所以呢已經冇以前咁樣呢人車爭路啦。而呢一個壁畫呢，就係油街嘅藝術空間啦。嚟到呢一度呢，我哋見到距離海裕街最近嘅另一個出口就係健康東街嘅梯級橋。呢一度同之前嘅西段一樣呢，都係有啲座位啊，上面有一啲無線嘅充電設施。不過而家呢，仲整緊。感覺呢一個東段呢，似乎冇之前西段咁複雜啊。因為西段呢，好大部分嘅路段呢，其實都係叉開咗2條路，一邊呢就係近海，係散步用嘅；另一邊就係近岸嘅，就係跑步啊或者踩單車用嘅。嗱，呢一個雕塑呢，我相信就係維港海濱嗰個標誌立體化，都幾特別嘅。沿途呢，久唔久呢會有一啲觀景台啦。咁但係東段呢邊呢，就似乎冇西段咁有睇頭啊，因為主要都係一啲住宅嘅樓宇啦，同埋對岸呢都比較遠啦。西段因為呢比較近銅鑼灣啊、中環啊嗰邊嘅景色，咁所以呢就睇嘅嘢會靚好多。
嚟到呢一度呢，我哋就會見到另一個出口啦，就係民康街嘅連接橋位置呢，就已經係遠離咗鰂魚涌地鐵站啦，而去到北角地鐵站嘅 A1 出口附近。呢一邊嘅等柱上嘅壁畫呢，就係以海洋生物為主啊，譬如一啲鯨魚啊、海豚啊、海馬啊、珊瑚啦，同埋水母等等嘅。而呢一邊呢，都有一個橋嘅接駁位啊，可以打開條橋啊。嚟到呢個位置呢，係特別多人嘅，因為呢一度呢，就係東岸板道東段嘅signature位置，就係嗰個玻璃底嘅步道啦。市民呢，係要着上鞋套呢先至可以走上去嘅，所以聚集咗一群人呢，都不足為奇。其實踩上去呢，係冇乜特別感覺噶，因為下面呢，只係一啲好單調嘅海水，冇生物啦，又冇景物，冇太明顯嘅距離感，所以好似我呢一啲有少少畏高嘅人呢，都完全唔使驚。有人話呢，呢一個步道呢係太窄太短，不如呢，我哋睇一睇究竟佢有幾長啊！哇，小朋友嚟咗個反字轉身添喎！留意翻呢，玻璃步道呢係有開放時間嘅，就係早上10點到下午6點，所以如果想體驗行上去嘅人呢，就要留意翻啦。嗱，其實官方呢提供嘅鞋套質量呢都唔錯喎，有一定嘅厚度啦，而且底部呢係有一啲防滑膠嘅，數量呢亦都好充足，兼且呢係開放初期啦，所以有3個職員去整理。但係呢2日呢天氣都好好啊，所以暫時呢就未經歷過風雨，唔知道呢個設施呢能夠捱幾耐啦。咁嚟到呢度呢，我哋就會見到另一個出口，就係北角汽車渡輪碼頭旁邊嘅行人車道。咁呢度嘅位置呢，就大概係北角港鐵站 A1 出口。去到呢一度呢，就係東段嘅尾聲啦，就係北角匯嘅位置啦。如果大家係由呢一個北角匯開始起步嘅話呢，咁可能呢就會有少少上斜嘅路段啊。其實呢，由鰂魚涌嗰邊行過嚟呢，可能會更加舒服啲喎。咁如果大家穿過咗北角碼頭之後呢，就會去到原本嘅西段啦。咁如果大家想了解翻西段嘅景色呢，之前呢我都拍過一條片呢，就係關於東岸板道西段嘅，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回顧翻。關於東岸板道東段嘅介紹呢，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嘅話，歡迎讚好、訂閱、留言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